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苗讲堂。喜欢种菜的朋友的话，都回避不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肥料的问题。这肥料的话，通常去花很多钱去买，而且有的时候买到的不一定是很好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家里面每天产生的东西拿来做肥料就很好。那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厨余。你用别的东西做肥料的话，还涉及一个碳氮比的问题。这个一下碳多了，或者一下碳不够了，或者一下氮多了，或者一下氮不够了。但这个厨余的比例呢，它是非常的好，通常的话在10:1到20:1之间。那我们堆肥最好的材料在多少呢？在20到30:1之间。那每天的厨余，只要我们有恰当的容器去处理，那堆出来的肥料就是棒棒的，肯定的优质肥料。那现在厨余处理的话，有3种方法。第一个，波海器堆肥法。那波海器的话，我看到它优点是有，但是呢，缺点就是它堆的时候，它只是把这个材料进行了这个初步的发酵，并没有彻底分解。那发酵以后还得另外找地方放，这是第一个毛病。第二个，在另外存放过程当中，它得容量很小，它只是大概就是10几升。每天的厨余，它放进去得这个撒菌种，得倒腾，得压实，这过程操作起来比较麻烦。另外放的过程当中的话，它还会继续这个散发异味，招引虫子，这是它的主要的不足。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？就是厨余烘干粉碎的方法。但是那个东西呢，只是解决了把厨余烘干粉碎以后，这个不招虫子的问题。直接把它拿去当肥料用，它依然没有经过发酵过程，依然会散发异味，招引虫子。那第三一个，有人说的这个就是简单粗暴的堆肥法，直接把厨余拿去地里面埋。当时肯定是看不出这个毛病，把厨余埋这个20公分、30公分，种菜当时看不出毛病。但是2、3年以后，菜地里面会这个蚂蚁啊，这小动物会越来越多，因为这个厨余在这个堆下去的发酵过程当中，它是一个分解过程，会散发异味，会吸引虫子过来。如果土盖得不好，环境比较就是树林比较多的情况下的话，可能埋下去不到2、3天，小动物马上就来翻了。所以这3种方法其实都不太好。我的话，我分析了很多方面，琢磨了很多这个堆肥方案的工具，始终觉得没有一种理想方法。那自己就想办法去，做一个厨余堆肥桶。那这就是做厨余堆肥桶的一个桶。这个桶的话，在 Rona、Home Depot、肯德基泰都可以买到。它是一个存猫粮的一个容器。那它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一个，它是食品级的，解决了有的朋友担心这个塑料有毒的问题，那绝对放心。第二个，它这个可以扣起来，密封。为什么要密封呢？这就是说我们在厨余放进去以后，不需要倒腾，不需要这个马上处理，有多少打开倒进去马上盖起来，那异味不会散发，虫子不会进去，小动物也打不开它，这是它的好处。再一点最重要的，它有轮子，因为这一桶装满以后大概有70、80公斤，是40几升，很重。1个月这个一家人的厨余还装不满，大概照我们家6口人吃饭的话，是40天左右能装满。那这个容量恰到好，有一定的重量。那有轮子以后，咱们方便移动。那自己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什么？就是需要装上一个排这个堆肥液的这个龙头。因为这个堆肥液的话，堆肥以后，这个厨余的含水量很大，它会产生一定的液体，大概液体的话能到6、7升左右。这个液体不排出来，积在底下，那最后倒出来堆肥潮潮的，不好。所以即使把这个堆肥液排出来，需要一个龙头。排出来后还可以做一种优质的氮肥。那上一期我说了以后，大家问到怎么做，那好，现在我就告诉大家怎么做。拿来以后，首先我们钻孔的话，钻在后边这个位置，刚好在底部上了一点点。那钻多大的孔？就钻这种半英寸的直径的这个钻头就好了，不能钻太大。钻这样的洞，钻下去很容易。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选龙头。那选龙头的话，这个龙头的直径一定得跟这个钻头的这个直径匹配。它的好处在什么呢？它的直径匹配了，我们装进去很容易。
带有这个密封圈，不需要去打胶啊，不需要折腾什么东西。好，好，外边学好以后，我们把里边的这3个东西，橡胶的密封圈套上去，一个金属的压片，然后螺钉扭上。这个是放水的位置，这个是关的位置。完了以后呢，我做了一点点改进，为什么呢？可以找一个这样的这个塑胶管子，其实我是废物利用，找这个塑胶管子拨这么一段来放在这个龙头上。放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了保证绝对不堵塞。那因为需不需要滤网？不需要专门的滤网。通常这个洗碗用的这个钢丝球套在这个管子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这是我实践了这个1年的，绝对不会堵塞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堆肥了。那堆肥首先堆什么好呢？好，咱们秋天收集了很多树叶，底上就直接把树叶倒上去。连压实都不用，再把粗一点的这个厨余倒上，好，厨余倒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一般来讲，每到3到4天以后，也就是说差不多放了7、8升的厨余以后，上边轻轻的盖大概2升的这个土就可以了。盖土的目的呢是2个目的，一个是防臭，防止异味散发，因为这个厨余摆上3、4天以后，它会有点异味。第二一个，土当中含有丰富的各种菌类，咱们不需要专门放菌种。而且土里边，如果咱们从菜地里面取来的土里边，它含有蚯蚓的卵，这样的话下去以后，蚯蚓自己在里面都能长起来，完全避免了波卡西那种加菌种、压实倒腾的整个过程。那需不需要压实？不需要压实，咱们不断往里面倒，不断的按3明治方法来处理，它依靠自身的重量分解以后，它会往下沉降下去，最后到这个厨余堆到这里的时候，咱们不再放了。咱们开始压土，压上按照厚度的话，起初压上10公分左右的厚土，压下去它沉降，1个星期沉降以后，我们再放一次土，那就可以直接在里边栽东西了。那夏天我栽过，很成功，肥力很足。那放这个堆肥液的话，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每1个星期或者10天检查一次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它下边可能有点积液，但是我们把它这样稍微倾斜一下，就排出来了。那放完了，关起来。即便摘菜的时候浇水了，浇了水以后，你这个打开看一下有没有积水，放到这个不会出来的时候就好了。它下边有一点点积水的好处什么呢？还帮助这个菜保持湿度，不怕晒。就是太阳晒到以后，它下边的液体会蒸发往上，供给菜这个吸收液。那菜根会不会烧呢？这个高度是70公分高，咱们土层保持这么厚，下边是堆肥，根系大部分是分布在30公分左右这个层次。即便是根系深一点的这个西红柿，它最多也长到50公分左右，也就可以了，所以不会存在烧根的问题。通过这样处理，我每年能够制作8桶优质的这个肥料出来。那咱们摘了一季菜以后，里边彻底分解，什么这个鸡蛋壳啊、果皮啊，彻底分解了，直接翻地的时候直接翻在地里面，就是妥妥的追肥。谢谢大家观看，祝大家种植愉快，身体健康。